我们开封猕猴桃石榴泡酒，猕猴桃用的是软枣猕猴桃，以前用过普通的猕猴桃泡酒，口感一般。这款小的吃起来比大的口感更加柔和，所以选用它和石榴一起泡。酒体是清爽淡雅的西瓜红，比较特别，但整体口感却不如想象中的好喝，既没有石榴的果香，又没有猕猴桃的清爽和穿透力，有点失败，不如单独石榴泡酒更好喝。我还做了10款不同酒泡石榴的测试，等开封了再分享结果给大家。猕猴桃石榴泡酒，个人感觉是3星半。小时候过年最开心的事情，只有过年的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玩游戏，还有亲戚们送来的旺仔和露露。现在长大了，过年游戏依旧，但饮料得换个喝法。为了给粉丝们送酒，我竟然学会了自己做朗姆酒。起因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在菜市场看到甘蔗1块钱一斤，我就想到了第一批送的红枣朗姆泡酒，有的朋友希望售价是50元，可这个价格还不够朗姆酒钱呢。如果一定要降低成本的话，莫非要自己生产？这个想法一旦闪现，作为动手能力还不错的我，不试试怎么能甘心？查阅资料发现，制作朗姆酒也不复杂，设备只缺蒸馏器。不过一想到买10斤甘蔗只需要10块钱，这点小投资根本不算什么。我高兴地买了10斤甘蔗，先回来试验。上等的朗姆酒需要青汁发酵，我需要叫它们削皮榨汁来取得青汁。可切开之后，怎么里边是黑的呢？竟然全都是黑的！哎，上当了，怪不得旁边的摊位需要3块钱一斤呢。可2000多的紫铜蒸馏器都已经发货了，我不能放弃，只能再去买3块一斤的甘蔗。还没见到青汁，先损失了10块。不过一想到能出酒，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。这次的甘蔗没有问题，削皮、榨汁、压榨，最终30元的甘蔗出汁3斤7两左右，加入火化好的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就可以蒸馏了。资料显示，最早的朗姆酒是用糖蜜发酵制作的，我想对比一下，于是我又买了5斤糖蜜来试验一下。毕竟2000多的蒸馏器都买了，这点材料根本不算什么。糖蜜加水稀释后加入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再进行蒸馏。葡萄发酵后形成的酒，在蒸馏前就是葡萄酒，蒸馏之后就是白兰地。按照这个逻辑，甘蔗在发酵后蒸馏前也应该叫做甘蔗酒。尝一下口感，就是甜水加酒精的滋味，不好喝，还是蒸馏吧。开始出酒，第一次蒸馏共计约700毫升，酒精度30度。第二次蒸馏，最终出酒300毫升，酒精度68度。同样的方式，把糖蜜原料进行2次蒸馏，最终得到70度原酒300毫升。青汁发酵后的蒸馏酒闻起来更加清爽干净，糖蜜发酵的没有清爽感，多了一点焦糖香气。不过新酒口感都太冲了，不好直接喝，还是用来泡酒喝吧。先把酒降到30度，加入蒸好的红枣，用自己做的朗姆酒泡红枣会是什么口感？10天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吧。前段时间共计花了将近3000元，邀请了100名粉丝品尝第一批红枣朗姆泡酒，有35.9%的朋友反馈过甜，所以我决定试验一下用不加糖的方式浸泡，这样的话酒中糖的来源就只有红枣本身了。还有20.3%的朋友反馈酒的刺激口感明显，检测报告显示酒精度为30.4度，所以我用浸泡前降度的方式试验一下降到20度左右的口感。我们品尝对比一下口感，我觉得2款的甜度比以前明显小了，2款的红枣香气降度后的弱了一点，但不明显，而降度后酒的刺激感明显减小了，这应该是大家想要的口感。大家期望的价格中，很多人选择的是50左右，虽然现在的成本还 hold 不住，但距离这个预期价格又接近了一些。既然要出产品，那接下来就得严谨再严谨，对酒精度和含糖量都要做数据化的检测。以往我都是邮寄给检测机构，一个产品下来检测费要花掉大几百。查阅大量资料发现，基础检测并不难，而且我对自己检测和机构检测的结果做了对比，基本上没有差距。要测泡酒的酒精度和糖度，需要把酒精和糖分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套实验室蒸馏装置。毕竟跟检测费相比，这点付出根本不算什么。取50毫升水，再加50毫升酒，先蒸馏出50毫升蒸馏酒，用它来测酒精度。因为糖不会被蒸发，所以用剩下的50毫升来测含糖量。最终得到2款的含糖量分别是19%和18.6%，酒精度分别是18和32。接下来我打算用降度的配方再泡一批送给大家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泡了一批草莓威士忌要送给大家。
所以现在没有空闲的罐子，私房钱也用光了，所以只能等草莓威士忌酒送出去之后，省吃俭用攒点钱，然后再泡红枣朗姆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吧。看着蒸馏出来的红枣酒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口感？评论区有先答对的朋友，下次红枣朗姆酒我会优先赠送。有一个粉丝给我邮寄了一种水果，我竟用它做了14款泡酒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有一个粉丝私信我，让我试试他自己种的葡萄来泡酒，因为我之前试过几款葡萄泡酒，口感很一般，但他说他的葡萄皮有一种橄榄香气，学名加宝果。我最近正在研究还有哪些天然的果香适合泡酒，一听到橄榄香立刻就心动了，上网一查，果然它不像普通的葡萄那样一串一串的，而是直接长在树上的，所以又叫树葡萄，一斤卖好几十呢。这么贵重的果子，我决定用10款基酒做一个全方位的测试对比，这样才能对得起粉丝的一片信任。这个果子皮有一点厚，比葡萄皮硬一点，第一口咬下去很酸的味道，但吃到果肉中间就是糯糯甜甜的口感，还有一点山竹的滋味和奶香。最后轻咬果皮，果然有橄榄香气，还有微微的荔枝香。如果这种味道能很好的呈现在酒中，那简直太棒了。因为皮厚，所以我采用扎眼的形式，让酒能更快的浸泡进去。最终每瓶用260克加宝果、39克糖、260克酒的配方，分别用10款酒来浸泡。糖的比例是算出来的，因为我测试加宝果的含糖量为11%左右，一般水果的糖分有1半左右会融入酒中，我想做出20%的最终含糖量，所以我加糖的比例是15%，260克酒加糖就是39克，还剩下一点加宝果，我又分别用不扎眼的方式和不加糖的方式又泡了2瓶。还剩最后一点，因为果皮和果肉香气不同，所以我又泡了2瓶，一瓶只有果皮，一瓶只有果肉。好了，加宝果都被我霍霍完了，需要等待3到5个月再来品尝。不知道我一心盼望的橄榄香会不会如我所愿？我们开封龙眼山楂泡酒，像龙眼和荔枝泡酒都会出现一层果渣碎屑，属于正常现象。坏的话，碎屑是像棉花一样的团状，这种散开的是果渣。酒体是非常自然明亮的浅金黄色，入口是龙眼清爽淡雅的果甜，中口是山楂的酸，前中口的过渡平滑而又自然，后口和回味是龙眼优雅的果香。整个酒体酸甜清透，穿透力恰到好处，让人瞬间感觉味蕾被打开，特别适合餐前的开胃，单独喝口感层次也非常丰富。龙眼山楂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。